至死，金钱至上，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，王俊凯又上热搜了。这一次不是因为舞台表演，不是因为新剧中的演技，只是因为他暴怒时喊出来的一句话：你们这些代拍的，出了意外你们负得了责吗？你们有没有一点公德心？话是他喊的，地点是凌晨的机场。彼时的他受邀前往时装周举办场地，可周围混乱的人群挤得他寸步难行。有人说，身为公众人物，怎么就不能注意点影响？当时就有人回怼，还能怎么注意？在国际行程没有 V 可以走的情况下，故意选择了凌晨3点的航班，很明显就是不想造成拥堵。没想到本该休息的代拍没有休息，蹲在机场加班加点的拍热料。看到正主那一刻，一群人蜂拥而上，周围那么多身材魁梧的壮汉，那么多让他走的粉丝，愣是没有帮他移动半步。他一直忍着，全程低头，直到看见维护自己的粉丝差点被这些代拍推倒，才忍不住怒吼。直到上了热搜，才有更多人知道，原来娱乐圈也不像想象中那样光鲜亮丽。公共场合虽是要注意言行，展现自己完美的一面，稍不注意就会被无数人拿着放大镜解读。为了规避各种各样的情况，包括粉丝来机场接机给别人造成困扰的情况，他很早就发过声。2020年，他的工作室说，粉丝不跟车不跟机，不要在机场、酒店等公共场合聚集。2021年电影展，他的粉丝团发出通知，本次行程不允许接送跟机，请粉丝自觉遵守。2022年跨年演唱会，粉丝团队定下的规矩被偶像工作室点赞，这一切的努力只是因为偶像的一句话。问你想象的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？答就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，不会因为自己的出现而影响打扰到别人。私底下也是温柔谦逊的性子，会帮不认识的人搬东西，会陪老奶奶聊天，遇到代拍也只是用机票挡住镜头。这一次发火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，名人自带热度，让代拍事件直接被他和粉丝的怒火中一路飙升到热搜第1的位置。直到这时，才有人跟他一样的受害者不止一个。2023年的机场也上演了一出怒对代拍的画面。故事的主人公是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。他说，赛场之上我是运动员，赛场之外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希望大家尊重彼此的隐私，保持距离，给我一个喘息的私人空间。目睹这群人和直播的人险些撞到身后的路人和小孩之后，吴京说，你们看看那有小孩，看见没有？你们这样真的好不好？把孩子撞到了怎么办？遇到代拍被撞到被骂了一顿的倪妮说，这种行为扰乱公共秩序，严重影响了其他游客的正常出行，我们不主张、不提倡、不鼓励，话里话外都是对代拍的抵制。跟他们有着相同经历的艺人还有章子怡、胡歌、胡先煦、李现、张含韵、杨幂等多位明星。章子怡曾发文斥责代拍，表示迟早都要出事。代拍我这儿后知后觉的，曾几何时出现的新兴产业，难道就没有人能管他们吗？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。事情的起因是当天倪妮一段被代拍撞到的视频上了热搜。视频中倪妮被代拍撞到，倪妮还没说什么，代拍就直接说是倪妮撞的她，身旁的保安都看不下去，指责代拍好好说话。倪妮虽然嘴上说没关系，但表情明显不悦。随后倪妮工作室发声，表示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，没有发生后续冲突，团队顺利登机，也表示不主张、不提倡、不鼓励代拍行为。事情发生后，团队也加强了安保措施。章子怡发声，网友纷纷留言支持，认为不少代拍只顾拍图赚钱，非常的猖狂和嚣张，应该有人来管管这个行业。李现也曾经因为代拍太过猖狂，直接在现场发飙。当时李现从机场出来，拉着行李箱，却被代拍围得走不动道，李现完全找不到自己的助理和车，最后爆发大吼，给我点自由好不好，离我远点。胡歌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在机场怒斥代拍。胡歌的情况和李现很类似，一出机场就被围住，根本就无法前行，最后实在忍受不了，对着代拍说，再说一遍啊，别拍了，还拍。即使胡歌已经是很好脾气的了，可见代拍的行为是有多猖狂。此前 Angelababy 现身机场时，就有代拍和粉丝引发了冲突，甚至代拍还打起了女粉丝，被紧紧地掐住了脖子。工作人员立马上前劝阻，Baby 上前安慰，
好在最终没有发生大碍。最过分的是张含韵的事儿，起因是一则视频，张含韵撑着伞从屋里走出来，因为穿着裙子，看到有代拍举着摄像机在拍，她小心翼翼地佝偻着身子恳求：“求求你们不要蹲下！”然后一路小跑离开。而在视频里，张含韵离开的时候，还有一群代拍的讨论声，挽好腿，大部分都是男性。有人放出了代拍视角，是可以算 X 骚扰的程度吧？然而，在大部分人指责代拍的时候，竟然还有诸如说女生不该穿短裙的言论出现，不是吧？阿 Sir， 2024年了，还搞受害者有罪论这一套。圈妹看到这个热搜，感觉十分窒息，不由得想起之前杨幂遭遇的事儿。某天，穿着 T 恤短裤的杨幂下车前往拍摄的地方，后面一群人拿着手机拍就算了，经过楼梯的时候，竟然还有人从底下对着杨幂的大腿跟拍，要多猥琐有多猥琐。毫无疑问，后续遭到了粉丝和网友的讨伐。话说回来，艺人也是苦代拍久矣，受害的不只有杨幂和张含韵。鞠婧祎也曾经在采访里吐槽过，有些代拍角度很刁钻，导致她都不敢穿裙子。为了躲代拍，不得不拿黑伞遮得严严实实，还要被黑粉说成是耍大牌，惨还是女明星惨？可能不追星的小伙伴难以理解代拍到底是干嘛的。但在靠流量吃饭的娱乐圈，代拍黄牛早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他们跟机跟组，甚至跟酒店，拿拍到的照片卖给站姐，粉丝以此牟利，或者干脆在直播平台靠跟拍明星赚取眼球。因为代拍大多是男性，所以对女艺人其实很不友好。除了明星个人，最痛恨代拍的应该就是各大剧组了。因为不想演员造型泄露，有些剧组防代拍也防得很严。但代拍为了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爬上屋顶偷拍这种事更是早已习以为常。但你别说，代拍真的挺赚钱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陈情令》热播的时候，有站姐赚了2000万，好一行开拍，代拍1个月就能有30万的收入。今天搏一搏，明天喜提海景房，真不是说说而已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有艺人为了流量和曝光，专门找人拍摄。不过，大部分代拍其实是不被艺人所接受的。因为很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，还容易有安全隐患。回归到今天的主题，有些人遇到拍裙底被围堵这样的流氓事，会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忍气吞声。王俊凯也可以，可他没有选择沉默，反而让代拍这一行也被无数人熟知。需求者下单，代拍人报价，代拍人刷关进场拍摄，通过机场安检见到明星后再退票。为了完成买家的任务，整夜守在酒店、机场附近，影响公共秩序不说，还损害了机场、酒店的利益。更有极端的代拍，为了更高的曝光度，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，采取极端行为，追车不顾阻拦，强行靠近明星。而这些只是这一行的冰山一角。你以为代拍只是拍图片、视频，当绝美图高价卖出之际赚点钱吗？他们还能借着职务之便搞到明星的签名照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这就是一张废纸；可对于粉丝而言，就是致命的诱惑。只要放出风去，就会有无数韭菜粉自动送上门，等着被他们收割。追星的人大概率年龄都不大，他们的钱从哪里来，可想而知。代拍可不管这些，只要片拍得好，还能在不经意间和剧组达成合作。比如一念关山拍摄的时候，有人意外拍到了刘诗诗的古装造型。虽然画质渣，但是剧组造型师给力，再加上刘诗诗天选古人的美名，一夜之间就火了，热度的飙升引得美妆古装区的博主芳心大动，仿妆仿造型花样层出不穷。或许是尝到了甜头，之后的短视频平台总会出现刘诗诗的古装新造型，打着不经意的旗号，可谁又知道是真的不经意，还是有人推波助澜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样的代拍能有几十万的粉丝。不过，正是这些人的纵容，才有了他们的肆无忌惮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爱吗？不，这些爱让明星有苦说不出，这些爱让不法分子找到了来钱的门路。就像胡彦斌说的那样，不要搞什么代拍了，如果是真的喜欢就自己来，哪怕是偶遇，我也愿意和你合影。这种花钱就能解决的事情，看不上，没诚意。手里拿着相机，不代表拥有拍别人的权利。再喜欢一个明星，也不能伤害到对方的权益，更不能破坏公共秩序。理智追星，别让粉丝行为偶像买单。
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